母亲，旧臣上神，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怎么会如此？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这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。旧臣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6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，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！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真君，这是他们两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神尊，疼。灵犀，
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假的，真君，这占宝是假的，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。神尊，你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征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袁董，她年纪还小。我绝不能留你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。今日之事，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。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庆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，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啊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、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哎，13仙子，我自己能走，你不用送我。我送你。哎，我就送你，怎么了？哎，开阳兄弟，我记得你有事情找我。绝无此事，你一定是记错了。韩，哎，你们继续。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。哎，青瑶医官，我有病，我要看病。青瑶医官，司命，我也有病，我病得更严重。青瑶，等等我。云峰上神。神尊还在里边，你要不要找他老人家试试？过来。哎呀，青瑶医官，请留步。上神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只是不忍见你就这么满是怨气的离去。上神有话不如直说。好，那我便说了。可能你以前听说过关于我的很多不实谣言，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我。还好，现在还有时间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你看到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，今天我看到你心有怨气，灵犀的事，我师兄也。青瑶，今日在功德殿外，你明明看见我被人欺负，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救了呀，我去报信儿了。报信儿？那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吗？你都打不过他们，我就更打不过了。这不报信儿如何救你啊？我若看见你被人欺负，我定会想也不想立刻出手。这做人做事得讲求方法策略，这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打，那不是傻吗？那不是傻，那是因为喜欢。
以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。当年如我有难，你必定想也不想立刻出手。我知道，你不接受我，除了因为我以前是男娇让你心有别扭，更多的你是怕遭人耻笑。其实不仅仅是你，想必旁人也是如此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娇人一族大多都只能族内通婚，男娇还好，像我这样的女娇，要想在外族寻求一段美满的婚姻，简直是难如登天。这就是命，我早该认命的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当真？你并没有瞧不起我？当然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就？主要是我们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啊？我们哪儿都不合适。你说出一条。我们身高不合适。我们每次并肩同行，我的压力都很大。每次我跟你说话，我都仰着头，我很累的。都是借口。你就因为我以前是男娇，可是我都说了，我现在是女娇。这不是男女就合适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云峰上神呢？他也是男的呀。他是个花心大萝卜。那开阳，我跟他一起桶里洗过澡。韩章呢？哎呀，他娘们唧唧的。那倒是。不过我承认，你比他还娘们儿。但是我就是是感觉。对，是感觉。感觉不对，人就不对。石子，我对你就是没有那份感觉。其实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回朋友的，像以前一样，把酒当歌，毫无顾忌。你还能做到吗？应该能吧。这一切都是命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化为女娇，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就是个女人，想必就没有今天的种种了。可是又怎么可能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又怎么可能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在大海里长大，从小就被别人欺负。有幸认识神尊以后，我就特别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性格粗犷，大多都是因为开阳、韩章那些家伙的影响。你是不知道，在军中，如果不硬气一点，真的会被欺负。我刚进军营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是个娇人的原因，所以常常被他们欺负。13，和你分开以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他们跟我说，如果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是不会变的。思明，我想，我应该就是特别喜欢你吧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不要害怕，
也不要想太多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呗。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是。司命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能帮忙。你说。我虽已是女儿身，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你司管凡人命数，必定见多识广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带我去瞧瞧，那凡间的女子到底是如何的？我当是什么事呢？这有何难？你可以随时去司命殿查看。只是，不要再像过去那般对我了。不会了。你多虑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……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那我走了。我真走了。司命，司命，你还在吗？司命，你走了吗？臭司命，还真是说走就走，给我等着！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，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
是小仙拦住了他，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
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座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
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